我怀孕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单身的女邻居带着一群小姐妹冲进我的店铺，她声称我家店的内裤有问题，导致她怀孕了，带着一群人砸了我的女性内衣内裤店。我好声好气解释，却没有用。我就是在你这儿买了内裤才怀孕的，这责任你必须负。我有些懵逼地看着她，可我是女人啊，我怎么能有本事让你怀孕呢？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有点没听清。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，难道我产生幻听了？刘艳艳一把掀翻我收银台上的东西，你聋了吗？她瞪了我一眼，提高了音量，朝着外面吼道：大家快来看看啊！我就是穿了在这家买的内裤才会怀孕的，谁知道你们卖内裤之前到底做了什么？反正你们必须负责。他话音刚落，一群人便涌入了我的店内。刘艳艳叉着腰看向我，大有一副我不负责她就不离开的模样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刘艳艳就猛地推了我一把。周佳一，我买了别家那么多次内裤都没有怀孕，为什么一穿上你家内裤就怀孕了？你最好是给我说清楚。我的背撞在了墙壁上，痛得我闷哼一声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我忍住怒意，好声好气开口说道：艳艳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顾客在我小店里买回去的东西都是全新的，不存在别人穿过这样的说法。至于你说的穿了我家内裤怀孕了这种说法，我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刘艳艳身后的几个小姐妹迅速冲了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甚至想要来扯我的头发。我被这群突如其来的恶意冲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一个不留神就被拽住了头发。他拽住我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道：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他将验孕棒放在了我眼下，上面赫然显示2道杠。头皮被扯的痛感让我有点生气，我努力甩开他的手，大声解释：可你怀孕了也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店里的东西啊，我一个女人，我怎么有本事让你怀孕？被我甩开手后，他直接红了眼，压根不听我到底在说什么，嚷嚷着我居然敢打他，直接一个箭步冲上来，他揪着我的头发将我按倒在地。他的几个好姐妹见状，也开始对我拳打脚踢。我惊惧地瞪大双眼，胸中的怒气几乎要爆炸，可双拳难敌四手，我还是被死死地摁在地上被暴打。剧烈的疼痛刺激着我的神经，我伸出手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脑袋。你们这是犯法，快放开我！而且你怀孕真的不管我的事。呸！刘艳艳一口唾沫吐在了我的身上，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能不能让我怀孕，我心里门清，但你老公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你老公在这店里做的烟杂事，谁知道你们都对这些要卖出去的内裤做了什么？对啊，我之前晾在外面的内裤也被人弄得恶心死了，要是不小心穿上了，真的可能会怀孕的。刘艳艳见有人站在她那边，她的底气越来越足，她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肚子上，朝着我的脸颊左右开弓。顿时我的脸上火辣辣的。这家店的东西不干净，姐妹们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砸了，免得以后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。刘艳艳话音刚落，她的小姐妹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冲进店内，开始疯狂地翻箱倒柜，每一件我精心摆放的商品在他们手中仿佛都成了泄愤的工具。玻璃破碎的声音，货架倒塌的巨响交织成一片。这些害人的东西不能再留了，全都给我毁了。刘艳艳带头把我货架上摆放整齐的货物一股脑儿全都丢在了地上。她的小姐妹们也有样学样，甚至有几个人还冲进了我仓库里，将仓库里的库存也全都丢了出来。
刘艳艳像是准备已久，她从包里拿出几瓶红墨水，拧开盖子之后就想往里倒。住手！我猛地挣脱开桎梏，不顾一切地冲向刘艳艳，用力地抓住了她即将倾倒墨水的手。停身威胁，红色的墨水顺着我的手臂流在了洁白的地板上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还好。作为一家以高品质著称的女性用品店店主，我始终坚持用最好的材料，让每一位女性用得放心。我实在不想让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白白糟蹋了去。我浑身疼得颤抖，但看着他们一副打红了眼的样子，还是决定不继续激怒他。所以我尽量放平缓了声音，摁住我的愤怒。艳艳，你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店里的东西才怀孕，我不会逃避责任，但咱们有话能不能好好说？这些东西都是我真金白银从京市进货回来的，我言外之意便是这些东西不便宜，如果他们有意损坏，我有权利向他们追责。刘艳艳的几个好姐妹面面相觑，她们手中的动作不由自主的也慢了下来，纷纷侧目看向刘艳艳。可我没想到，刘艳艳看着我挑衅一笑：“周佳一，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些我是赔不起？谁不知道你这些货都是从某西西进来的，就算再多，我也能赔得起。姐妹们，你们可别被他骗了，难道有我一个受害者还不够吗？大家都是女人，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同身受，不能让这些伪劣产品再出来害人了，全都给我毁了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对啊，之前我就经常听见他们店里传来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，谁知道她和她老公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我之前在网上可是听人说过，有些变态就喜欢往女孩子的内裤上那啥。妹子，你可能就是运气不好，刚好买到了他们的那条内裤。说话的正是我隔壁店铺的王文娟，我和她向来不对付，可我从没想到她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我看着她，心沉到了谷底。王文娟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我老公在店里干什么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王文娟有些心虚的挪动了身子，我说什么你自己知道。说完这句话，她往刘艳艳身边靠了靠，然后便加入了这个倒墨水的队伍。我站在一旁，心如刀绞。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店铺，仅仅因为刘艳艳的一句污蔑，就化为了乌有。看着这群人大肆破坏，店子里满地的狼藉，我悄悄走到收银台。我刚从收银台拿出手机准备拨打110时，刘艳艳眼疾手快，一把便将我的手机摔在了地上，屏幕霎时四分五裂。还想报警？周佳一，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就你们店里这点恶心事儿，还麻烦不到人民警察，我们姐妹几个就能解决。我颓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我抱着最后一丝想要商量的语气看向刘艳艳，那你说，你想怎么办？刘艳艳停了下来，有些得意地看着我，她清了清嗓子，这事儿想要解决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你先说。我以为刘艳艳会提出我给她赔偿的事情，又或者是带着她前去做流产手术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却说你跟你老公离婚吧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刘艳艳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，为什么？目光对视的一刹那，刘艳艳眼神像是裹着刀子，语气更是不善。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道，我不能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爸爸，我要给他一个幸福完整的家。我微微张着嘴，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你可以选择去做流产手术。我话音刚落，刘艳艳就变了脸色，她张牙舞爪朝我跑来，我赶紧退到店外，与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。
你知道什么？像我们这样的好女人是从来不会去做流产手术的。我要是做过流产手术，以后被我老公知道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你和江宝军离婚吧，我刚好可以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嫁给他。大家都知道做这个手术有多伤身体，你才劝燕燕去做，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坏呢？刘燕燕的以为小姐妹愤愤不平地指责我，言语间透露出对刘燕燕深深的支持与同情。我咬牙轻轻摸了一下身上的伤痕，眼下这个烂摊子还是让江宝军来处理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行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你就给江宝军打电话让他过来吧，你们两人当面好好谈。刘燕燕翻了个白眼，才把手机拿出来。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？好好的店还被砸成这样，花的不也是我未来老公的钱吗？他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拨打着江宝军的电话。喂，宝军，我是燕燕啊，他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挂点了。刘燕燕有些尴尬的干咳了2声，将手机塞到我手里。你来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江宝军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他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额头上挂着细密的汗珠，显然是急匆匆赶来的。江宝军穿过人群，无视了正想上前搭话的刘燕燕以及他身后那群旁观者。老婆，你身上这些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搞的？刘燕燕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他走了上前，指尖轻轻掠过额前的碎发。哎呀，宝军，你真是太贴心了，买的都是我爱吃的。刘燕燕自然而然地接过江宝军手中的购物袋。江宝军皱了皱眉头，但并未说什么。他拉着我，查看着我身上的伤势。老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抬手指了指刘燕燕几人。他说他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，要让你对他负责。江宝军双眼瞪得溜圆，良久才开口：怎么可能？江宝军的这句话似乎让刘燕燕感到有些不满。他此刻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，他噔噔噔地跑到了江宝军身边。怎么不可能？千真万确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刘燕燕身后的几个小姐妹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江宝军一把甩开刘燕燕的手：我老婆身上的伤是你们打的？刘燕燕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不错，是我打的，谁让她不敢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江宝军脸色渐渐沉了下来，他拉着我：好，很好，我回头再找你们算账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又轻声对我说道：老婆，咱们先去医院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险些掉下来。谁曾想，刘燕燕竟然张开手臂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你们俩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谁也别想走。江宝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猛地推开了他。刘燕燕重心不稳，一下子便跌倒在地，她哎呦哎呦的叫唤：我的肚子啊，我的肚子！只可惜江宝军始终没有给他一个正眼。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和江宝军才准备回家商量报警的事情。他们能平白无故的砸了我的店，还打得我一身伤，这件事就不能这样算了。如刘燕燕所言，该赔的东西一样也不会少。可当江宝军推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傻眼了。只见刘燕燕依偎在婆婆身边，正擦着眼泪。看见我们回来，刘燕燕哭得更大声了。阿姨，要是你们也不承认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那我死了算了。说完，她挣脱婆婆的怀抱，身形一晃，竟直奔那半开的窗户。她双手紧紧抓住窗沿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仿佛随时都会跳下去一般。婆婆当时慌了神：燕燕，你别冲动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婆婆慢慢向前，试图用平静过的语气安抚刘燕燕，可刘燕燕却大叫一声：阿姨，
你别过来，我只要江宝军。江宝军皱了皱眉头，刘艳艳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带人砸了我老婆的店，还把她打成这样，我们还没找你的麻烦，你竟然还敢找到我家里来，你要是想死的话，你就死一点，别死在我家。婆婆瞪了一眼江宝军，然后上前推了他一把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燕燕好歹也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，她在我眼里和我的亲生女儿没有任何区别，如今她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不管她呢？反正我不管，这个孩子燕燕必须生下来。我张了张嘴，半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对于江宝军，我还是无比信任的，可如今就连婆婆都说刘艳艳怀了她的孩子，难道刘艳艳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江宝军的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狐疑的看了一眼江宝军，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解释。江宝军脸黑的能滴出沫来，他的声音由低到高，渐渐的怒吼起来：妈，刘艳艳胡闹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她胡闹？我连她手都没摸一下，她怎么可能会怀上我的孩子？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空调冷气扑面而来，我攥着医院检查报告的手指微微发抖，纸张边缘被捏出细密的褶皱。江宝军温热的手掌附上来，指腹轻轻摩挲着我手背上因紧张浮起的青筋，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了些。客厅里，刘艳艳还在婆婆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夸张的抽噎声混着鼻涕的吸溜声，像台坏掉的老式收音机，在密闭空间里嗡嗡作响。佳一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燕燕吗？她肚子里可是老江家的血脉。婆婆布满老年斑的手拍着刘艳艳抽搐的后背，浑浊的眼珠却责备地盯着我。我下意识地看向江宝军，却见他脸色阴沉的可怕，西装领口的纽扣被他扯松，露出一截泛红的脖梗，眉头紧紧拧成一个川字。妈，您能不能别被他骗了？江宝军突然上前一步，皮鞋重重地砸在地板上，震得茶几上的玻璃杯都跟着晃动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手指快速滑动屏幕时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这里有段监控录像，你们好好看看。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，刘艳艳扑了过来，尖锐的指甲在空气中划出残影。画面里，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刘艳艳鬼鬼祟祟地将验孕棒塞进包里，背景墙上的电子钟赫然显示着3天前的日期。她对着镜子补口红时，嘴角扬起的得意弧度，与此刻梨花带雨的模样判若两人。你伪造证据！刘艳艳尖叫着扑向手机，10厘米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江宝军侧身避开，他一个踉跄，重重地撞翻了一旁的青花瓷花瓶。清脆的碎裂声中，隔壁店铺的王文娟眼神慌乱，转身就想溜走。她发梢还沾着没擦净的红墨水，那是砸店时泼洒在内裤货架上的。王姐，这么着急走？我快步上前，揪住她的蕾丝袖口，从包里掏出录音笔，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您在我店里说的那些话，我可都录下来了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，让警察同志听听，到底是谁在造谣生事。王文娟的脸涨得通红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顺着她精心纹过的眉毛滑落。她挣扎了2下，突然将手指向刘艳艳，声音尖锐的像指甲刮擦黑板。都是她。她说只要搞垮周佳一的店，就能拿下江宝军，还答应事成之后给我2万块。客厅里顿时陷入一片死寂。刘艳艳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鲜血顺着纹路渗出来，在米白色的真丝睡裙上晕开。
片刻后，他突然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：“周佳一，你以为自己赢了？告诉你，江宝军早就在外面养了小三，上个月15号，他在帝豪酒店开了房。”这句话如同一记惊雷，炸得我脑袋嗡嗡作响。记忆突然闪回那天，江宝军说要出差，我还特意给他熨烫了藏青色西装。此刻他沉默着从钱包夹层抽出一张发票，日期正是上个月15号，字迹工整的印着帝豪酒店星空餐厅预订金。他声音低沉却坚定：“那天我是去给你准备惊喜，酒店顶层的星空餐厅，我订了求婚宴。”说着，他单膝跪地，丝绒盒子打开的瞬间，璀璨的钻戒在灯光下折射出无数光点，他眼底映着钻石的光芒，却比那更亮的是盈满的泪光。本来想等店铺周年庆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他的声音突然哽咽，喉结剧烈滚动：“佳一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用一辈子证明你的信任没有错付。”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用力点头，却被刘艳艳的尖叫声打断。她发疯似的冲向厨房，不锈钢菜刀在吊灯下泛着寒光，都别想好过。江宝军几乎是瞬间将我护在身后，他温热的后背抵着我的额头，我能清晰感受到他剧烈的心跳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保安和警察及时赶到时，刘艳艳正挥舞着菜刀，刀刃离江宝军的肩膀只有几厘米。混乱中，我注意到刘艳艳的肚子在她剧烈挣扎时微微凹陷下去。那一瞬间，她转身躲避警察的动作太过敏捷，完全不像是个孕妇。等现场恢复平静，我在她散落的包里发现了诊断书，精神分裂症的字样刺得眼睛生疼。医生的备注说明让人心惊，他长期幻想自己和江宝军是恋人，这次闹剧很可能是病情发作导致的。王文娟被警察带走时，还在不停的辩解，她染成栗色的头发乱糟糟的垂在脸上，嘴里喊着是刘艳艳先提的。看着她被押上警车的背影，我回想起店铺被砸那天，她带头撕扯内裤货架的模样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我的血。店铺重新装修的日子里，江宝军亲自爬上梯子挂招牌，他系着深蓝色的围裙，后背被汗水浸透，嘴里还哼着跑调的歌。我蹲在地上整理新到的货物，阳光透过玻璃橱窗洒进来，在他发梢镀上一层金边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对方自称是刘艳艳的主治医生，声音疲惫又无奈。他在医院情绪很不稳定，一直念叨着要见你。医院病房里，消毒水的气味更加浓烈。刘艳艳安静地坐在床边，身上穿着宽松的病号服，眼神空洞，和那天疯狂的模样判若两人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淡下去。周佳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她缓缓讲述起自己的故事。父母离婚那年，她才7岁，跟着酗酒的父亲生活。有次她发高烧到40度，父亲却醉倒在麻将桌上，是邻居江宝军背着她去的医院。那个夜晚，她温暖的后背，急促的喘息，成了她黑暗童年里唯一的光。后来她考上大学，父亲却突然病逝，空荡荡的出租屋里，只有江宝军送来的一箱牛奶还带着温度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他扯着病号服的衣角，指节泛白，可每次看到你们手牵手从店门口走过，我就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。医生说这是病，可我控制不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。听完他的话，心里的怨恨像被雨水浇透的火焰，渐渐熄灭。临走时，
我从包里掏出一条淡紫色的围巾，那是店里滞销的款式，天气凉了，别冻着。他接过围巾时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泪水滴在柔软的羊绒上。店铺重新开业那天，阳光格外明媚。江宝军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金色的大剪刀，笑着看向我：“老婆，你来剪彩吧。”红色绸带断裂的瞬间，礼炮轰鸣，彩带纷飞。人群中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刘艳艳戴着宽檐帽，站在马路对面。她举起手，似乎想打招呼，又缓缓放下，眼神中带着愧疚和祝福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这一刻，所有的恩怨都随风而散。婚礼在3个月后如期举行，教堂彩色玻璃折射出斑斓的光，洒在洁白的婚纱上。江宝军牵着我的手走过红毯时，我听见他轻声说：“以后换我做你的铠甲。”当神父问出那句“你愿意吗”时，我看向他眼底的深情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婚后，我们的生活平淡而幸福。店铺开了3家分店，江宝军特意在仓库装了监控，还在每个试衣间安装了紧急呼叫铃。我们经常去精神病院做义工，给患者们送自制的点心。刘艳艳的来信越来越频繁，信纸上的字迹从最初的歪歪扭扭变得工整秀丽。她说自己在医院学会了烘焙，还当上了小组组长。孩子出生那天，产房外的江宝军急得团团转，把走廊的地板都快走出个坑来。当护士抱着小婴儿出来时，他小心翼翼地接过，手指颤抖着去碰孩子皱巴巴的小脸，突然红了眼眶。欢迎来到这个世界，小江安。某个周末，刘艳艳提着一盒自制的曲奇来看孩子。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扎成干净的马尾，眼神清澈明亮。小江安咿咿呀呀地伸手抓她的衣角，她笑得眉眼弯弯。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以前是我太自私了，谢谢你们的原谅。我抱着孩子站在店铺门口，看着夕阳把街道染成暖金色。江宝军从背后环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。小江安的口水滴在我手背上，痒酥酥的。远处，刘艳艳的背影渐渐融入人群，街边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。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，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最终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，在时光的打磨下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新欢找上门后，我大度接回小四，都接回来一起过吧。老公懵了，发现丈夫出轨家教老师后，我本已心如死灰，却不想他竟又找上了小四。更令我绝望的是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，他竟精心设计陷阱，反咬我出轨。我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的老公会陷害我出轨。他在监控前看着我们亲密。自从我怀孕生下萌萌后，老公再也没有和我同过床。我将这事跟新来的家教小刘说过后，他递给我一杯酒，让我拿给老公喝。我听他的话，拿着酒去了老公房间。我没想到这是他们给我下的套。在我醉酒的时候，老公离开了房间，再次回来后就换了人。漆黑的房间里，我努力的想张开眼睛看看老公现在的样子，可是酒劲上来后，我的世界天旋地转，看什么都模糊，最后竟然直接沉沉的睡去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家里安静的有点诡异，明明应该是小刘来指导萌萌学钢琴的时间，我却没有听见熟悉的琴声。我从衣柜里拿出干净的衣服进了浴室，洗完澡出来后，从琴房传出断断续续的钢琴声，完全不成音调。我顿时有点生气，哪有这样指导钢琴的？
我完全可以找更优秀的钢琴老师来指导萌萌。当时选小刘是因为他是乡下来的，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这里不容易，都是女人就生出了帮他一把的心思。可如果他就是这种态度来教导我们家萌萌学钢琴的，我绝对不会视若无睹。我黑着脸走向琴房，推开门，钢琴边的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我。我当场实话，小刘身边的男人正是我的老公黄道远。老公与家庭教师在钢琴边行苟且之事，被我发现后竟然还辱骂我。黄道远从小刘身上下来，拉上自己的裤链后，毫不避讳地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。”小刘也从琴凳上爬了起来，以往的清纯不在，搔首弄姿的做派俨然一副浪女模样。我反应过来，立刻发了疯一样冲过去，扬手就要给刘云一巴掌，可还没落到他脸上，就被黄道远擒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竟然还问我干什么？你看看你做了什么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想要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悔意，可是并没有。黄道远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们就离婚，萌萌我带走。黄道远笑了起来，好啊，离婚就离婚，婚内出轨在先的可是你，跟我离婚，别说净身出户，就连孩子也是我的。我愣在原地，什么婚内出轨？18岁我就跟他在一起，一心一意的对他，手机里的异性哪怕是曾经的同学，我也删得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出轨？不等我反应之际，黄道远直接将我推出房间，咔嚓一声，琴房被锁上。隔着一扇门，我又听到里面的声音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离谱，我靠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声音，手掌拍得红肿，才意识到这不是梦境，顿时无力地垂直到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可我哭得越伤心，刘云叫的就越大声，很快我就哭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在医院，黄道远给了我2样东西，一份是离婚协议书，另一个是平板电脑。看到净身出户，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那一排字，我红着眼睛盯着黄道远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自己嫁的爱了这么多年的人是怎样的畜生。黄道远脸上仍旧没有任何歉意，只说：“你看看平板电脑就知道了。”才刚打开，我的脸就白了。平板里的我表情十分销魂，跟一个陌生男人很快乐。可我以为那个男人是我老公，我连忙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以为刘云忽然出现在了我的病房，挽着黄道远的胳膊，撒着娇说：“远哥，你对太太这么好，没想到她竟然给你戴了绿帽子，你也太可怜了，以后就让小云好好照顾你吧。”看着这对狗男女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这是他们2个设计好的陷阱。刘云是我在萌萌满月的时候雇的，最初只是想让她当保姆，后来要解雇她给萌萌找钢琴老师的时候，是黄道远站出来告诉我刘云会弹钢琴，干脆让她教萌萌。当时的我觉得刘云用了那么久挺放心的，又可怜她是乡下来的不好找工作就同意了，现在看来一切早有预谋。我冷笑一声，问：“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”刘云看了一眼黄道远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刚来这个家没多久，远哥就和我在一起了。你知道远哥怎么跟我说你的吗？他说你跟我没法比呢。那个时候我刚生完孩子，黄道远一直不跟我做，我还以为是他心疼我，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顾倩，在小云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你，就像跟18岁的你一样，身体是那么的美好。我很爱你，并不想跟你离婚，只要你接收小云的存在，咱们3个也可以生活得很愉快。听到这震碎我3观的话，我盯着他，气的声音都在打颤。
我要跟你离婚，净身出户也无所谓，孩子我必须带走。刘云也来劝我，姐姐你不要这个样子，远哥是真心爱你的，我保证不会抢走他。听完他俩的话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一边笑着一边流泪。黄道远看着我说，如果你一定要离婚，就打官司吧，我不会让你带走萌萌的。家教刘云挽着我老公黄道远的手，一起离开了病房，丝毫不顾及我这个正牌的感受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睁着眼睛麻木地看着天花板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整整一天滴水未进。我跟黄道远是青梅竹马，他成绩好，可家里太穷，供不起他上大学的费用，我便在他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，白天送外卖，晚上餐馆洗盘子，支持他念书，过得十分艰苦。为了多赚点钱，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累得跟狗一样。每天他都会为我揉肩，抱着我说情话。我们在不足10平方米的地下室一起幻想美好的未来。他说以后要让我当上阔太太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后来他也确实争气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们也逐渐变得有钱。我没上大学，也没什么资源可以为他提供，为了让他安心搞事业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当一个全职太太。因为前半生太劳累，落下了病根，医生说了我的身体可能不适合受孕了。萌萌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的结晶。我闭上眼睛，就是萌萌笑着喊我妈妈的画面。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能将她丢在这个烂家？黄道远有什么资格跟我抢萌萌？我气到发狂，又哭了起来。深夜，黄道远竟然又来了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我嫌弃的甩开了。别碰我，我想吐。黄道远站起来将灯打开，我看到他脖子上暧昧后留下的印记，趴在床边狂呕不止。他说，你也别嫌我恶心，我睡了别的女人，你也跟别的男人睡了，算扯平了。本来就没吃什么东西，吐完之后我躺回去，连骂他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离婚了你就不能再见到萌萌了。你舍得让我们可爱的女儿这么小就没了妈妈吗？顾倩，我发誓，我跟她只是玩玩，绝不会让她怀我的孩子。这辈子我真正爱的人只有你。一时间，我竟然因为他的话动摇了。是啊，他刘云算什么东西？从小和黄道远一起长大的是我，打几份工给他赚学费的是我，陪他创业的是我，在他最苦最难的日子，是我陪着他过来的。这辈子没有女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，更何况我没法把萌萌交给他。在黄道远花言巧语的哄骗下，我还是回到了家。黄道远直接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10万，让我想要什么自己去买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我这么大方。钢琴老师暂时也先搁置了，我将萌萌送到外婆家，不想让她看到这种肮脏的事情。因为我的默认，刘云即使不是家教，也住在了家里。黄道远每天晚上都会先来我的房间跟我说几句话，等我快睡着了，就悄悄起身去隔壁。就这样，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老公跟别的女人的声音。好在两人白天的时候还算收敛，不会在我面前打情骂俏。后来我干脆住到了楼下。黄道远去刘云房间的时间越来越早，几乎是刚吃过晚饭，陪我说2句话后就迫不及待的起身，住在刘云的房间。我开始很想逃离这个地方，纠结要不要拿着黄道远给我的钱去旅游。可我在家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如此明目张胆了，若是我出去了，岂不是如了他们的意？就这样，我一边痛苦的想要逃离，一边又执拗的待在家里。我的心快痛死了，2种情绪撕扯下，我又进了医院。
自从我进医院后，黄道远就收敛了很多，并且会不停地对我说：“老婆，刘云就是你的一个替代品，你完全没必要生气，你就当他是一个充气娃娃。我只是在他身上解决男人的生理需求，我的心永远都在你那里。”我苦涩的开口：“我就满足不了你的生理需求吗？”黄道远看着我没有说话，安静的气氛仿佛一个无声的巴掌，将我的脸扇得红肿不堪。我最后的自尊心被他无情践踏。晚上，他又去了刘云房间，我鬼使神差的跟上去。透过门缝，我心瞬间凉透。两人还说着情话：“云云，你真的好美。远哥，我也爱你，让小云一直在你身边伺候你好吗？”说完，小云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显然是发现了偷看的我，却只是勾唇一笑，更妖娆了。我再也看不下去，捂住嘴回到了楼下的房间，抱头痛哭起来。第二天，我大发脾气，跟黄道远吵了起来。我让他把刘云赶走，要充气娃娃就去买，买多少我都不介意，可他却跟我说，刘云一个小姑娘家的，没地方去，她要了人家的清白，要对人家负责。我说，那我呢？我也是清清白白跟着你，你对她负责，谁对我负责？你已经有名分了，他除了我什么都没有，并且我是他唯一的男人，你还有过别的男人，你真的不觉得愧疚吗？如果不是你们给我下套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别的男人？黄道远呵呵一笑，我们只是助推了一把，真正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还得靠你主动。我被气笑了。黄道远，你还有心吗？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不管我说出怎样侮辱性的词汇，他都无动于衷。最后他提出和刘云搬出去住，而是那贱人却说，萌萌不在家，刘姐姐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多寂寞啊，看看人家多懂事，再看看你。显然黄道远很享受这种皇帝般的生活，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搬走，而我把萌萌从外婆家接了回来。本想靠着萌萌让她回心转意，结果她不理不睬的态度反而让我成了一个笑话。为了逗小三，我甚至亲自接小四过来伺候老公。我与老公还有家教刘云的事情传了出去，成了街坊邻居闲暇时谈论的笑料。我不敢带着萌萌出门，害怕会受到他们的指指点点。不管我怎么难受，都无法下定决心离开黄道远。我的前半生都是为了他过的，他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活里，而且他也承诺，刘云只是我的替代品，他不会让刘云怀孕。即使不让刘云怀孕，我也受不了他每天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模样。我拿着黄道远给我的那10万块钱，给他找了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人。他看到女人后不停夸赞我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倩倩，没想到你这么懂事。我心里十分鄙夷，说出的话却完全相反。我是怕后宫乱政，作为正牌夫人，我当然要为你着想。黄道远此刻已经什么都听不下去了，拉着人就要进房间。我指着桌上我熬了很久的鸡汤，喝了再去吧，大补的。黄道远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口闷了那碗汤，进去之前还不忘恭维我手艺好。人一多，家里就热闹起来。刘云的待遇一降再降，甚至不如之前的我。黄道远有了新来的小妃后，连眼神都懒得分他一个。刘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很快就沉不住气了。在黄道远再一次拒绝了他后，他在餐桌上对我阴阳怪气，哪怕你往远哥哥床上送女人，远哥哥也不会看你一眼，何必呢？我笑得灿烂，对他的话无动于衷。你现在跟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哦，我忘了，你是可以随时被抛弃的妻子，而我是他唯一的妻子。
刘云听了这话，气得脸通红，却找不出话反驳我，将筷子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低下了头，手里的筷子快要被我捏断。哼，什么替身都是骗人的，渣男！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家教刘云听了我的话后，害怕被黄道远抛弃，开始每天去琴房弹琴，试图吸引黄道远的注意。刚开始2次，黄道远还会去看看，后来不知道小飞对他说了什么，黄道远不仅不再去找刘云，还禁止他在家里弹钢琴。我买了一堆画本，在房间里教萌萌识字。对于他们的争斗，我不参与，也不表态。1个月后，新来的小飞已经彻底拿捏住了黄道远的心，刘云不管干什么都翻不起风浪了。有一天，刘云竟然捂着脸跑到我的房间对我哭诉，说黄道远打了他。听了这话，我真的想笑。小三跑到正主面前哭诉，试图博取同情，我仿佛一下穿越回了古代。萌萌不懂事，想要过去拉刘云的衣服，我急忙抱回来。宝宝别过去，我们只能去找爸爸，知道吗？萌萌也很给力的开口，模糊的叫着爸爸。我本来是打算靠着这个暗示刘云有了孩子才能争宠，却不知黄道远什么时候出现在房间。他将刘云一把推开，抱起萌萌，亲昵的亲着。本来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画面，可现在当他真正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差点动手抢回萌萌。正要动手时，余光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刘云，看他那个眼神，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我停住了手，抬眼看见新来的小飞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，我低头掩饰住情绪。刘云已经悄悄离开了，黄道远也没待多久，人都走后，我抱着萌萌起身去了浴室。甚至连1个星期的时间都没用，刘云很快就怀上了孩子。他不知道，跟他苟合的那个男人其实是我花钱找来的，而他为了找男人借种，花光了黄道远给他的钱。今天他殷勤的来到厨房，姐姐，你平时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，今天这鸡汤就让我来做吧。呵，看来他是要开始行动了。我扶着脑袋配合他，好像是有一点晕。那就你来吧，今天我早点睡，就不吃晚餐了。他听了这话，显然十分惊喜，还亲自扶着我回到了房间。我笑着关上房门送走他。6个月后，他肚子已经有点显怀了。此时就连黄道远也发现了不对劲。饭桌上，黄道远伸手盛了一碗鸡汤，他现在没有这汤，根本就办不了事了，所以每次都会吩咐我熬一大碗。刘云，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点？我知道这是试探，吃着饭默不作声。刘云站起来，摸着肚子，眼眶流动着泪水。远哥，我怀孕了，是个男孩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可是我希望你留下他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真是一出好戏，要不是我知道内幕，简直要站起来为他的演技鼓掌。不等黄道远发话，我将筷子重重地拍在地上。我不允许你生下他。黄道远不悦地看向我，孩子已经那么大了，流产对小云身体不好。呵呵，小云，那我以前为你流产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对我身体不好？这根本不是一码事，你能不能不无理取闹？我看着黄道远不耐烦的眼神，还不够。我拿起碗砸向刘云，碎片在他身边炸开，客厅瞬间响起他的尖叫。黄道远站起来吗？凶狠地看着我。顾倩，你想让我们家绝后吗？我悲痛欲绝，眼眶里满是泪水。萌萌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我要的是男孩。这场闹剧最终以我回房为终，表面上看上去我好像输了，其实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黄道远说的话我早有预料，
所以并不难过。刘云就这样在家里光明正大的在家里安起了胎，我懒得去看黄道远伪装出来的慈父模样，选择带着萌萌离开了家。我带着萌萌去了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那里真的很美。我们还骑了骆驼，晚上举办了篝火晚会，我们手拉手围绕在火堆边唱歌跳舞，看着萌萌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我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家里，怕对萌萌的成长不好，看到萌萌开心的样子，带她出来应该是对的。我拉着萌萌在火堆边坐下，享受着这属于我们娘俩的静谧时光。旁边的沙子突然沉下去了一点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了我的身边，他似乎是想开口说话。萌萌突然呛住了，我急忙转身帮萌萌拍背，回过头再看身边已经没有人了。这个小插曲对我的旅行并没有什么影响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被叫住了。你好，你真的很漂亮，可以请你做我的模特吗？我想为你画一张肖像画。我转过身，是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，看上去大概24、25岁吧，背着一个画板，倒是挺像一个画家的。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别人夸赞我了。自从跟黄道远在一起后，听到的都是贬低我的话语。乍一听到别人对我的夸赞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我有点开心。但是我不可能因为他夸我一句就为他停下脚步。抱歉，我赶时间。我是真的赶时间，和萌萌出来玩的，差点忘了正事，刘云生了。我赶回去的时候，黄道远抱着那个孩子笑开了花，说要大办宴席。本来说要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，但是刘云不放心拒绝了。这正合我意，到时候就算出了什么事也和我没关系了。其实这个宴会我不参加也没关系的，可一方面为了告诉黄道远我的忠心，一方面为了看热闹。宴会当天，我抱着萌萌盛装出席，我的出现在台下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他们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用鄙夷的眼神看向我们母女。刘云抱着孩子行走在桌间，大概是想要拉拢一点自己的人脉。我轻蔑一笑，舞台上开始播放幻灯片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刚播放了几张孩子出生时候的照片，画面突然一闪，上面是我准备已久的视频。视频中的两人正在做不可描述之事，里面的女主角正是刘云。下面一片唏嘘，吵闹不堪，乱成一团。我坐在角落看着这幅场景，说不出的痛快。刘云被黄道远一巴掌扇倒在地，差点连孩子都没抱住。黄道远也因为这一巴掌彻底倒下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牵着萌萌站上台，让大家安静。有条不紊地派人将黄道远送进医院，随后再送走那些亲戚。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鄙夷，而是同情。有的人甚至直接骂起了黄道远，效果达到了，我便带着萌萌离开了。医院里，我每天都会去看望黄道远，每次去必定会哭得撕心裂肺，同时也会不经意的给那些护士透露出一些信息。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，黄道远找了个小三，把自己绿了，最后还因为这事气得住进了医院，导致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而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受害人，成了所有人同情的对象。回家后，我将刘云所有的东西打包丢出门外，再拖着他像丢垃圾一样将他丢出去。他抱住我的腿，拼命祈求，想让我为他在黄道远面前说点好话。我将他一脚踢开，他看球我没用，想要起身跟我撕扯，我直接重重地关上了门。很快就有人来将他带走，他的卡全都被停了，而我贴心的为他找了新的工作，很适合他，
运气好，说不定会被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老板看上带回家。不过我可不允许他有这种运气，这种贱人，我要他下半辈子都只能活在那肮脏的地方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收网了。由于我每天都去黄道远面前露面，导致他现在十分信任我，公司不可以没有人看管，而他一时半会不能离开病房。毫不意外的，他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我。我给萌萌买的识字书，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我自己要用的。那段时间我恶补管理学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来到公司后，很多人都不是很信服我，但我很快就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同时还裁掉了几个人，杀鸡儆猴。他们都是黄道远的心腹，自从我来到公司后，就不停地给我使绊子。被裁后，几个人一起来到黄道远的病房要说法，我直接拿出他们贪污的证据给黄道远看，那些人瞬间鸦雀无声。刚被女人戴绿帽，就被兄弟背叛，黄道远显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。他拿起那些人送来的东西砸向他们，大喊着让他们滚蛋。那些人灰溜溜的走了。黄道远看着站在旁边的我，态度软和下来，说我干得不错。此时就是我表忠心的时候，我深情地望着他，我怎么能跟你比？只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，重新回到公司。黄道远似乎是发现我是一个好用且不会背叛他的工具人，于是开始肆无忌惮。病好后也丝毫不打算回公司，而是继续和小飞在家里厮混。后来还学我带着他出去旅游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监察部门找到他，说他偷税漏税，这件事要是严重了要坐牢，他让我赶紧帮他处理好。我在电话这边假装担心的不得了，带着哭腔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老公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，哪怕是让我替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”我声情并茂的说了很多，直到他都不耐烦了后挂断了电话。将拖欠的税务补上后，公司大不如从前了。黄道远也不再继续旅游，急忙回到家里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，因为他还有很多肮脏事没爆出来，这是一个导火索。他开始害怕了，急着要找一个替死鬼。那个倒霉的替死鬼就是我。他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拿着一份合同想要让我签字。我也装作懵懂的询问他：“这是什么啊，老公？”他含笑哄着我说：“这是股份转让合同，签下它以后，公司就是你的了。”我急忙收回想要签字的手，装作十分惶恐：“我怎么能抢你的公司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的我的都一样，你就当这是我给你这段时间的奖励吧。”话已至此，我也不再推脱，拿起笔签下了字。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发抖。如果不是我知道真相，可能就信了他的话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竟然想要将我送进监狱。我没想到他这么沉不住气，合同签下没多久，他就报警了。我知道他有很多肮脏事，但是没想到会是贩毒，他这是真的想要我死。警察来抓我的时候，我还在公司帮他处理业务，当着所有员工的面，我被铐上手铐，而他从警察身后走出来，一副十分惋惜的眼神看着我：“顾倩，我真的想不到你会干这种事。”我虽早有预料，却还是心痛到无法呼吸。老公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黄道远看向我的眼神没有丝毫歉意。行了，顾倩，证据确凿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我被带到了拘留室，里面两个审问我的人十分经典的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。可不论他们再怎么逼问，我都一言不发。警察无奈，只好把我关着。到开庭那天，我看到旁听席上的黄道远以及他身边的小飞，
笑了。见我笑了，他似乎有点慌张，可很快就佯装镇定地看着我。法官一条条列举我的罪状，最后宣判我死缓。其实早就应该想通的，可那一刻我还是控制不住，转头看向黄道远。他的嘴角扬起了胜利的微笑。请问被告，你是否还有异议？是。台下瞬间变得吵闹起来，法官拿起锤子敲了几下，示意大家肃静。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我从没做过这些事。现在应该是我的律师出面的时候，可他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思考，没有要解释的意思。这也正常，毕竟这个律师是黄道远找的，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为我辩护。我向法官申请更换律师，得到应允后，我的律师站出来开始反击。首先就是黄道远之前哄骗着我签下合同的视频，一条条指向我的证据被推翻，更多黄道远的罪证被爆出来，他必死无疑了。黄道远被当场逮捕，把所有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仿佛能吃人。不过我不在乎，他越是恨，就说明我越是赢得彻底。我要摧毁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他被抓住后，一直默默待在他身边的小飞站起来奔向我。希姐，我们成功了。事实证明，坏事做多了是会遭报应的。小飞其实也是我无意间找到的人，他曾被黄道远强过，后一直过得浑浑噩噩，想要寻死的时候，我就下了他。就算你死了，也不会让他感到愧疚。为什么不做点什么，让他付出代价？他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我要怎么做？好在一切的等待都是有结果的，害人者终将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去看黄道远的开庭，最后得知他死了还是小飞告诉我的。这种人渣死不足惜，我也早已放下他。黄道远死后，他的父母赶回来给他收尸，想要找我拼命，而我早已带着孩子定居国外。他们宝贝儿子的事迹早已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不会有人给他们好脸色，所有人都心疼我，被老公绿了，还差点被送进监狱。我得到了名声，也得到了财产，我赢了。小飞想要开一家花店，我和他一起挑选店铺，在国外的一条小道上，希望花房正式开张了。真正清闲下来后，我才发现我和小飞都还算年轻，属于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萌萌长大后开始上幼儿园，他偶尔也会问我，妈妈，我的爸爸呢？直到他再一次哭着从学校出来，我才发现我是时候给萌萌找一个爸爸了。决定后，我就开始主动出击，在街上看到顺眼的会留个联系方式，每周也会去酒吧碰碰运气。可能我这辈子真的没什么男人缘，半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男人。为了转移萌萌的注意力，暑假我带着她出游，在某国的一座偏僻小镇上，我带萌萌来看牧场，她很快就被小羊羔治愈了，拉着小飞要去近距离接触一下。我看着两个人玩闹的背影，笑容止不住的上扬，可一想到还要给萌萌找爸爸，顿时又有点泄气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身后传来熟悉的语句：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变得更漂亮了，这次可以请你当我的模特吗？当然可以。答应之后，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别过脸，微微泛红的脸颊似乎泄露了心底那一丝久违的悸动。张博文眼中满是欣喜，那光芒仿若夜空中最亮的星辰。他迅速支起画板，动作熟练而又带着几分急切，仿佛生怕错过这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。我在他的指引下，缓缓走向一片灿烂的野花丛旁，阳光恰到好处的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我身上，那斑驳的光影轻柔地勾勒出我柔和的轮廓。
宛如为我披上了一层梦幻的纱衣。张博文专注地凝视着我，目光炽热而深情，仿佛这世间万物都已不复存在，唯有我伫立在他的眼眸之中。他手中的画笔在画纸上轻快游走，笔触灵动且富有韵律，每一笔都饱含着他对眼前画面的珍视，那是一种对美的执着捕捉，更是对我的深深倾慕。萌萌和小飞在不远处玩耍，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悦耳，时不时传入我的耳中，为这幅画面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生机。我看着张博文认真的模样，思绪不禁飘远。曾经在那段破碎婚姻里，我如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，自信被一点点磨灭，对美好的期待也渐渐黯淡无光。而此刻，那些被尘封的情感仿佛在这温暖的阳光下渐渐复苏，心底的阴霾正被一点点驱散。画作完成时，已近黄昏，天边像是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家打翻了颜料盘，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。余晖洒在大地上，给整个世界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张博文将画递给我，画面中的我眼神里透着历经沧桑后的淡然，那是岁月磨砺留下的痕迹，却又有着被重新唤起的光彩，宛如一颗蒙尘的珍珠再次绽放出夺目的光芒。背景里的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与暖光相互映衬，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，宛如一幅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绝美画卷。这是我画过最美的作品，因为画里有你。张博文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如同这傍晚的微风，带着丝丝缕缕的柔情，轻轻拂过我的心田，让我心底泛起层层涟漪。从那之后，张博文像是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仿佛他本就该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他常常带着萌萌去探索小镇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们穿梭在古老的街巷，张博文会给萌萌讲述各种奇妙的故事，那些故事里有勇敢的骑士、善良的精灵，还有神秘的宝藏。萌萌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提出一些天真无邪的问题，张博文都会耐心的解答。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，萌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断丰富，而他与张博文之间的感情也愈发深厚。当我忙碌于花房事务时，张博文总会默默在一旁帮忙。他会细心的修剪花枝，动作娴熟，将那些杂乱的枝条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也会为我泡上一杯热茶，热气腾腾的茶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温暖着我的身心。他静静地陪伴着我，不需要过多的言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便能让我感受到他的支持与陪伴。随着相处的深入，我越发觉得张博文的出现就像是命运给予我和萌萌的一份珍贵礼物，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，让我们在经历风雨后，终于迎来了这温暖的阳光。有一次，小镇举办艺术展览，张博文作为备受瞩目的青年画家受邀参展。他以我和萌萌为灵感创作的一系列画作在展览上引起了轰动。展厅中，人们纷纷驻足在他的画作前，惊叹于他笔下人物的生动与情感的细腻。那些画里的我们，或欢笑，笑容灿烂，如同春日盛开的花朵；或沉思，眼神深邃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故事。看着这些画作，我心中满是感动，仿佛又重新回顾了与张博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。张博文在接受采访时，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我和萌萌的爱，他的声音坚定而深情，他们让我找到了创作的灵魂，也让我明白了家的真正意义。在他们身边，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，
这份爱成为了我创作的源泉。那一刻，我望着他，心中的爱意如潮水般涌动。我知道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温柔、才华横溢的男人。他的出现让我的生活重新焕发出光彩。随着萌萌年龄的增长，他对绘画的热爱愈发浓烈，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张博文敏锐地察觉到了萌萌的兴趣，便主动承担起了他的绘画启蒙老师。每到周末，父女俩在萌萌心中，张博文早已是他最爱的爸爸，就会坐在院子里支起画架，一起描绘着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张博文耐心地教萌萌握笔的姿势，如何调色，怎样用线条勾勒出物体的形状。萌萌学得认真，眼睛紧紧盯着张博文的每一个动作，小脸上满是专注。看着他们专注的模样，我在一旁满心欣慰。在张博文的悉心教导下，萌萌的画技进步飞速，从最初歪歪扭扭的线条，到如今能够画出富有想象力的场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自信，眼中总是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好奇，仿佛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充满了无尽的惊喜与可能。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流淌着，如同一首舒缓优美的乐章。直到有一天，花房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是一位资深的花艺设计师，名叫艾莉西亚，在业内享有盛誉。艾莉西亚走进花房，立刻被我们独特的布置和花艺作品所吸引。他的目光在每一束花、每一个装饰上停留，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。在欣赏完所有作品后，他对我们赞不绝口，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合作提议。他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为一场国际级的花卉艺术展提供作品。这场艺术展汇聚了世界各地顶尖的花艺师，对于我们小小的花房来说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既能让我们的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，也能极大地提升花房的知名度。我和小飞激动不已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仿佛看到了花房未来无限的可能。可同时，巨大的压力也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。我们深知，要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作品，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张博文看出了我们的担忧，他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，全力支持我们参与这次合作。他主动承担起更多照顾萌萌的责任，每天接送萌萌上下学，陪她做作业、玩耍，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到创作中。同时，他利用自己广泛的艺术人脉，四处打听，为我们联系了一些专业的花卉种植户。他亲自前往种植基地，仔细挑选最优质的花材，确保我们的作品在选材上就胜人一筹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小飞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。我们日夜构思，灵感来了，哪怕是深夜，也会立刻起身记录下来。我们不断尝试各种花材的搭配，不同的造型设计，一次次地推翻又重新开始。每一次失败都没有让我们气馁，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追求完美的决心。张博文则在一旁为我们加油打气，他的乐观和鼓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驱散我们心中的焦虑。他会在我们疲惫时为我们讲一些幽默的笑话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，让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。也会在我们遇到瓶颈时，从绘画的角度给我们提出新颖的思路，帮助我们打开新的创作视角。终于，展览的日子来临了，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作品抵达展览现场。当我们的作品在展厅中亮相时，瞬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那些融合了绘画艺术灵感的花艺作品，以独特的造型和色彩搭配，
展现出别样的魅力。有的作品以花朵构建出梦幻的城堡，每一片花瓣都像是城堡的砖石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；有的则以线条般的花枝勾勒出灵动的人物形象。花朵作为装饰，为人物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浪漫。人们纷纷驻足欣赏，赞美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有人惊叹于我们的创意，有人对花材的搭配赞口不绝，还有人对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深深触动。那一刻，我和小飞紧紧相拥，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。我们知道，这份成功离不开张博文的支持与付出，更离不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。展览结束后，我们带着满满的荣誉回到小镇。张博文在花房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，邀请了小镇上的亲朋好友。花房被装饰得五彩斑斓，气球飘扬，鲜花簇拥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张博文牵着我的手走到众人面前，他的步伐坚定而有力。突然，他单膝跪地，手中拿着一枚闪耀的戒指，戒指上的钻石在灯光下璀璨夺目，如同他眼中对我的深情。顾倩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。这些日子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但每一刻都无比珍贵。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，用我的一生守护你和萌萌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成为你和萌萌永远的依靠吗？张博文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周围的朋友们也纷纷鼓掌起哄，欢呼声、祝福声此起彼伏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着我的男人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心中满是感动与幸福。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声音略带哽咽地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萌萌兴奋地跑过来，抱住我们，大声喊着：“我要有新爸爸了！”那一刻，花房里充满了幸福与喜悦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我知道，曾经那些黑暗的日子已被远远抛在身后，我和萌萌迎来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幸福人生，而未来还有更多的美好在等待着我们去书写。在这充满爱与希望的花房里，我们将开启新的篇章，共同创造更多温暖而美好的回忆。